嘿，我的名字是伊万杰林。我最近意识到，我一直在找试图处理我的情况的方式，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健康的。我一直在压抑自己。压抑性应对是指试图通过拒绝消极事物来保护自己，有时候这是一件好事，不想一直有消极的想法，但是压抑的应对是不同的，这不是积极，而是假装积极。我很擅长假装，周围的人都认为我做得很好，甚至我自己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了。我看起来很强壮，我也觉得自己很强壮，在我的表象下，有些事情正在酝酿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的治疗师莎拉看穿了这一切，并帮助我发现了自己不健康的应对策略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他在我身上看到的4个迹象。疲惫，我一直都很累，并不是说没睡好，我可以睡8个小时，第二天我仍然觉得需要小睡一下。莎拉认为，也许是时候让我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饮食或锻炼上了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主意，但她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暗藏玄机。虽然情绪不会直接导致感冒或流感，但研究表明，情绪压抑可能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并最终对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和我们的整体健康产生影响。莎拉是这样解释的，就像身体上的伤口一样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情感上的伤疤会溃烂，并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压抑自己的情绪并不能让它们消失，可能会把负面情绪推开，但它们会以其他方式出现，有时是疲劳、抑郁或焦虑，甚至是消化问题或肌肉紧张。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，有时身体上的症状是身体内部出现问题的迹象。火山爆发，我也会莫名其妙地对别人发火，我也可以沉默上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总有可能时不时发生一件小事会让我爆发，我会非常难过，但又不一定是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痛苦越来越大，直到我再也无法控制它，我觉得我要崩溃了，我也确实崩溃了。之后我会感觉很糟糕，我知道我伤害了别人，但我也不知道如何能控制它。莎拉解释说，心理学家发现，压抑的应对方式就像试图在水下拿着球一样，试着把它往下推，但最终它还是会以很大的力道弹出来。他说，最好让球和你一起漂浮在水里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让感觉在那里，而不是试图把它们压下去。现在可能不舒服，但总比以后爆发要好。吃掉感觉，厨房成为了我心理治疗的场所。当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，就会跑去拿我最喜欢的零食。不知怎么的，这让我感觉好多了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，而不是自己的感受上。我可以专心享受味道，这让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事实证明，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。莎拉告诉我，有些人用食物，有些人用酒精或电子游戏，有些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，有些人则像个懒男孩一样看奈飞，但最终目标是一样的，逃过痛苦，在亲密关系且长期的恋情中挣扎。莎拉和我谈论的另一件事是，我是如何善于交朋友，但却不善于保持友谊的。我一直都很友好，但当别人开始告诉我有问题时，我就开始沉默了。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谈论消极的话题。我真的很想融入派对生活，但不太擅长坦诚的1对1交谈。这感觉很可怕，就像不知道如何游泳就进入了海洋。我怕自己会淹死，所以我会尽量让事情轻松愉快，开个玩笑来打破紧张气氛。口头上逃避任何不舒服的话题。我现在好多了。莎拉让我明白，负面情绪并不是坏事，有情绪，消极的或积极的，都使我成为人。他们是来教我和保护我的，他们在和我交流，但如果我压抑他们，我非但没有成长，反而伤害了我自己，有时也伤害了我周围的人。如果我的任何观点引起了你的共鸣，也许是时候开始学习如何感受自己的感受了。记住，你是有价值的，应该过你引以为傲的生活。欢迎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们哪些健康的应对策略能帮助你与自己和周围的人建立联系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我们将非常感激。如果你能给它点赞并分享给爱的人，我们会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并期待在未来为您带来更多内容。